大家好，这里是直白人生，欢迎来到各个职业与职场知识的频道。你有想过学历高就等于收入高吗？在传统的思维，父母老师都这样教育我们，要好好读书才能找好工作。读了几十年的书，真的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吗？时代正在转变，当初我在找工作的过程，慢慢发现，学历高不一定就代表有着高收入的工作。我们就来介绍几个不需要高学历却能有高收入的工作，还有工作内容吧。尤其是最后一个神奇职业，司机是在全球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。载货载人都需要司机帮忙驾驶货车和客车。当然，司机有分不同驾驶车种，像是计程车、客车、连接货车等等，就来一一介绍。工作内容很单纯，就是负责载乘客到达乘客说的指定地点。条件需要有职业驾照，有驾驶人职业登记证，而车子的话可以租车或买中古车或新车都行。有了这些条件，就可以开始赚钱了。寻找热点地区，如果每天勤奋出来跑的话，一个月5万到10万台币大有人在。薪水是幅度成长的，随着工时越长而越高。成本的话，有租车就要付租车金，还有车油钱，加入车队也会抽成费用等等，这些也要考量到。大部分人认为计程车司机就是自己做老板，工作很自由，金钱掌握在自己手上。没错，当计程车司机上下班时间很自由，可以爱工作就工作，不工作就休息。工作时间非常弹性，基本上只要有跑车，当天就可以拿到实际收入，很单纯。但也是缺点，不工作就没有生意。所以想考虑这行业，必须是自律的人。如果没有自律，就没有办法对工作分配好时间，也无法掌握金钱状况。薪水落在5万到8万台币左右，条件是有大客车职业驾照。大客车驾驶员都是靠里程数在累积薪水，你跑越多趟薪水越高，还有乘客量在越多，抽成奖金也越高。开大客车路线要熟记，需要耐心，好面对行动不便的人，也需要好的情绪管理，好面对奇葩乘客与马路三宝。工时大概都8到10小时左右。既然工时那么长，问题来了，要憋尿吗？其实不用，可以跟乘客说一下，自己找到合适的地方，把车停不会被开单的路边借厕所，例如加油站或休息站等等。重要的是3餐饮食要顾好，别乱吃东西比较重要，因为厕所不一定都在附近。工作内容就是载货送到指定地点，连接车的条件也是一样，要有连接车职业驾照，薪水能达到10万台币以上。有些公司是算趟来算薪水，有些公司用里程数的远近来计算薪水，但成本就是车子需要自备，需要花钱租车或买车，还有车子必须自己保养，当然保养费也要自己吸收。开大卡车需要经验，路况、交通都要非常熟悉。有些司机需要自己装货跟卸货。生活方面的话，作息和3餐是不固定，而且和家人朋友相处时间很少。开着一部车看起来是很自由，但这个职业必须忍受孤独。不管哪种车类的司机都很辛苦，长时间开车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。跑长途，附近如果没有休息站，不想花钱睡旅馆，只能睡车上。像开大车司机回到家都已经深夜了，有时候可能无法顾及到家庭，和家人相处时间很少，因为相处很少而容易产生口角。虽然收入高，但同时也付出很多的时间与精力，所以这份职业要考量家庭、健康和时间的管理。这是很了不起的职业，让自己国家的产品能够安全进口与出口，让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利的桥梁。船上的职位与工作内容各所其职，就来简单介绍。船上分为甲板与机舱2个部门，船员分为甲级和乙级。
甲级需要相关科系才能胜任，所以不在我们讨论主题范围，就不多做介绍。有兴趣的朋友在留言区留言，让我知道。乙级船员门槛不高，需要自费受训，受训完就可以进船公司开始实习。乙级甲板船员负责甲板清洁、保养、维修甲板的设备和巡视等等工作。在甲板上工作会碰到不同天气状况，天气的冷热看跑的航线而定，外面摄氏32度也是要敲船外的锈蚀、刷油漆、保养等。冷到结冰也是要去除霜，并协助甲级船员工作的。乙级机舱船员负责机舱清洁、油漆、电焊维修及巡视等等工作。船上都算是大型机械，体能跟力量是必须的，还需要耐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机舱里是船的运转机械设备，所以在30度以上的环境工作算是常有的事，需要有耐热准备，以及要协助甲级船员工作的。而船上的厨师就负责煮饭跟购买食材。薪水的部分是跟着职位、船的大小类型以及航线的远近等等因素而有所不同。甲级船员薪水高达12万以上台币。甲级船员虽然比乙级船员薪水高，但甲级肩负整艘船的动向与状况，责任与压力相对比较重。乙级船员薪水行情大概落在7到10万台币。船上的厨师是乙级船员薪水的天花板，如果工作资历深，薪水还会更高。船上基本上是8小时轮班，但是工作时间有时是参考，因为船上随时有可能碰到突发状况，像是大风大浪把船吹离航线，或是机器设备故障等等，所以有可能半夜被叫醒去处理状况。也正因为有发生突发状况的可能，所以没有周休2日。但好处是船上是包吃包喝、包住包水电，基本花不到半毛钱。这个职业很好存钱，也存很快。公司与船员是有签合约的，合约基本上是签8到10个月的时间待在船上工作，然后下船休息，时间大概2到6个月。在欧美国家下船休息能领半薪薪水，但在台湾下船休息就是没薪水，等于在家放无薪假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点。接着就是身体问题，如果天生坐交通工具会晕，就不太适合。船身在海上左右摇摆20度是家常便饭，如果碰到恶劣天气，风浪更不好，甚至会摇摆到40度。那是什么概念呢？就好像去游乐园玩海盗船，大概坐在最前头或最后排位置左右摇摆。说到海盗船，还真有可能遇到海盗，在内乱国家湾边就有海盗的存在。大家看过《海贼王》漫画吗？虽然《海贼王》的故事内容很热血又自由，甚至不少人因为这部作品而对航海有着很大的憧憬，但搬来现实，我们可没有恶魔果实的力量，真的遇到海贼，可是一点也不热血浪漫的。不止整艘船上的物资和财物受到严重威胁，甚至连船员们的性命都可能不保。那遇到海盗怎么办呢？经过海盗区，要睁大眼睛，提高警觉，时常巡视并留意周边状况，与相关单位保持联系畅通。尽管本身防卫能力有限，仍有效降低危难风险。因为在海上不像陆地方便，碰到状况只能船员和船员之间彼此互相帮忙。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人际关系要相处好，不管是上班下班、吃饭睡觉，都会遇到同事或上司，毕竟要相处快1年的时间，和乐相处，才能在同一艘船上互相配合，也能开开心心的工作，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来赚钱的职业。装潢碰的领域很广，很多的繁琐的工程，需要花时间培养学习技术，每个步骤都是细心琢磨，能够大显身手的职业。按照顾客的需求，协助设计师进行室内空间的规划与绘制平面图和配置图，还有材料选择、整体配色、摆饰布置等等。装潢有很多繁琐的工程，包括拆除、泥塑、水电、
厨房、卫浴、木作、油漆等工程。简单介绍，拆除工程顾名思义就是拆掉老旧设备或拆除规划外的结构，像是管线、线路等。泥作工程就像是房子的化妆师，修饰房子外表容貌，像是砌墙、贴砖、铺地，跟水泥有关的工程。水电工程就是水电的配置与修缮等工作。木作工程简单说就是裁切木质材质，像天花板、隔间、木质地板、特制柜子等等。还有另一种用系统柜的方式，这跟木作工程是不同方式。材料属于环保材质，材料都是厂商做好送到现场，只需要搬运到施工地点，组装起来，并且做一些简单裁切。而厨房、卫浴、油漆就是字面上的装潢工程，就不多做介绍了。装潢跟其他职业比较不一样的是日薪制，不同的区薪水行情也会不同。一天的薪水行情大概落在2000到3500台币左右。薪水是按照技术分阶，技术好，薪水也会跟着高。基本是5点下班，有周休2日，如果有加班会有加班费，跟上班族的时间差不多。装潢是需要具备体力和精力，也需要长时间学习技能。学习技能最重要的是要跟对好师傅，就像遇到好的老师，学生学的知识也会多。另外，在学习阶段也要好好经营人脉。如果学会了一技之长，就可以考虑自己创业。这个职业是熟人的介绍语，互相帮忙来接案的。有一技之长的职业发展性非常广，在不同产品和不同行业里都很需要业务员的推展。在各行各业中，没有新客户，没有新的成交单是不行的。业务员的存在是更容易传达给客户产品内容与价值，和提供公司产品的重大讯息。业务员的工作内容，其实简单说就是寻找新客源和卖东西给客户。服务包括有产品的介绍，提供商品规格，吸引买方兴趣，随时处理客户对产品的问题，以及维护客户之间的关系等。上班时间除了开会，其他时间都是自己安排，要拿来展业，寻找新客户，或是参加公司其他培训活动等等，都可以运用自己的时间。薪水的部分有分，有底薪跟没有底薪。有底薪的话，业绩奖金抽成比较少，而没底薪的话，业绩奖金抽成就会比较多。薪水是没有上限的，是随着业绩幅度高而成长的，你卖越多就赚得越多。其实很多人对业务员有很多不好的偏见，或者从事业务的工作很排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人不喜欢被推销，也不喜欢强迫别人买东西。很多人认为业务就是要花言巧语、死缠烂打、强迫推销。我想说的是，这并不一定，这是要用对的时机，并不是都用同一种方式就能成功交易。其实我们人从小也都不是在销售吗？像是交朋友、面试大学、应征工作等，都是在销售自己的能力。就像好的业务员并不是想赚你的钱，而是想赚你的信任。不管推销的方式也好，或行销的方式也罢，都是要拿捏得好。所以要有足够的业务培训，跟对好的前辈，提升自己学习力，去了解产品的核心价值和内容，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和心态，这些都对业务员很重要。业务员的职业能学到不少东西，最能学到的就是识破能力。你想买房子，想买汽车，想买保险，不管任何产品都要沟通谈价。有些用话术包装，没有经验就被对方套牢了。另外，现在的诈骗电话简讯非常多，诈骗的话术也越来越高明。学习一些识破能力，就不容易上当受骗。懂得保护自己，才能省下冤枉钱。当然，业务还有其他的技能，像是商机的嗅觉、对人性的掌握、气氛的营造、社交维系和谈判技巧等，这些都是可以磨练自己的判断力，在职场上都值得培养。
能累积很多经验，算是能成为老板潜力最大的一个职业。接触得多，看得多，在任何职场上的人情世故就懂得多。不过业务员是业绩看得重的职业，所以这个职业需要毅力和野心支撑。小鸡鉴别师是非常特别的职业，因为公鸡和母鸡的饲养方式与市场价格不同，所以需要做好分类。为了搞清楚小鸡是公的或是母的，所以小鸡出生后就是由鉴定师来负责鉴定。鉴定刚孵化的小鸡，将小鸡的屁股掰开，分辨出是公的或是母的。因为小鸡的性别特征非常不明显，而且刚出生的小鸡比较脆弱，必须控制在不会伤害小鸡的力道，并小心翼翼的情况下鉴定。鉴定难度高，需要花时间学习技巧。经验丰富的鉴定师只需要2秒钟就可以判别一只小鸡是公的或是母的。因此，要从事这个行业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好眼力与专注力。鉴定师平均一天工作10余小时，鉴别一只小鸡能赚0.5到0.8台币。经验丰富的鉴定师一天至少能鉴定6000只小鸡。节日前的3到4个月是小鸡鉴定师最忙碌的时期，比如中元、端午、过年，对鸡的需求量较大，一天的工作量可能达到13到15小时。工时虽长，但年薪能近100万，非常可观。这个职业需要长期久坐，为了判断性别，掰开小鸡屁股。有时小鸡会拉排泄物，弄得满手都是，要忍受鸡舍的臭味与鸡叫的吵杂声，也需要戴口罩阻挡鸡毛灰尘，防止咳嗽、过敏。长时间专注在鉴定小鸡的性征也会比较伤眼，是需要耐心与细心的职业，确实是行行出状元。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每个职业的内容，它的存在有它的意义。有些表面上高薪资，但是付出的努力是相对的。了解各行各业的辛酸，不希望会有被说闲话的职业，或是说哪个工作很赚钱，这并不太尊重，因为你看到他们的表面，事实上前期的学习涉猎已经花费了他们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付出。每个职业都有自己不同领域和学问在，能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是最好的。好了，有兴趣听其他职业内容的朋友，欢迎到底下留言，也欢迎订阅、分享给其他不知道的朋友，了解更多职业资讯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。